Hello， 大家好，我係 Sally， 歡迎大家今日嚟到由韓國觀光公社聯乘住香港韓國文化院所舉辦嘅線上 webinar 首爾尋歷之旅。首爾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亦都成日去噶啦，因為實在太多嘢食、太多嘢買同埋太多嘢玩啦。但係到底有幾多人知道首爾嘅文化歷史究竟係點樣嘅呢？點解首爾係我哋今時今日見到嘅樣呢？咁所以希望透過今次嘅線上講座分享俾大家聽，究竟首爾嘅文化歷史啦，希望大家可以好似朋友咁樣重新認識韓國，亦都希望大家下一次去韓國嘅時候有不一樣嘅體會。咁而家其實我係身處喺 PMQ 駐香港韓國文化院呢一度啦，咁佢哋就搞緊一個叫做心繫首爾嘅展覽啦。咁我又自我介紹先啦，咁我係 Sally 沙莉啦，咁我係一個旅遊同埋 lifestyle blogger 嚟嘅。咁同韓國淵源就因為我曾經去過首爾留學啦，亦都係韓國觀光公社嘅 Career Buddy 嚟嘅。咁所以大家有啲咩問題就可以去翻 Facebook 同埋 IG 嗰度問翻我啦。咁好啦，頭先講到啦，其實就要了解韓國首先就要了解佢嘅文化同埋歷史啦。咁到底韓國嘅歷史係點樣嘅咧？相信大家睇過韓劇嘅一定都會知道呢個朝鮮王朝噶啦。咁其實佢係1392年嘅時候建國，即係離而家大概成600幾年歷史噶啦。咁佢中間其實又都經歷咗日治時期啦、韓戰等等咁樣嘅戰爭啦。咁直至到戰後，佢哋先至慢慢復原。而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活動就係呢個奧運會啦，就係1988年嗰度發生嘅。咁直至到嗰段時間韓國其實係急速發展噶。所以直至到大家今日見到我哋眼前呢個咁現代化嘅首爾其實就係戰後時期慢慢發展而成嘅。咁好啦，頭先我都講過啦，因為呢個朝鮮時代對於韓國成個文化歷史非常之重要啦。咁要探索朝鮮時代，要去邊度好呢？就係中路區啦。中路區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有去過噶啦，因為所有宮殿，包括景福宮啊、昌德宮，大家好熟悉嘅宮殿全部都喺中路區。而且連韓國嘅總統府啦、青瓦台其實都係嗰度嚟嘅，所以可以堪稱為首爾嘅政治中心啊。咁首先當然都要講下大家好熟悉嘅景福宮啦。咁大家都可能去過着住韓服去嗰度影相噶啦。咁其實大家又知唔知佢歷史呢？其實佢已經有成600幾年歷史噶啦，係首爾最古老嘅宮殿嚟嘅。咁其實大家成日韓劇嗰度見到嘅一啲宮殿啦，喺景福宮都可以揾到嘅。譬如啦，皇后同埋大妃住嘅交泰殿啦，甚至乎世宗發明韓文嘅千秋殿等等都係喺景福宮入邊嘅。咁而另一個大家唔可以錯過就係佢嘅交接儀式啦。咁可能都有朋友係睇過啦。咁其實佢呢一個儀式點解咁重要呢？因為其實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古老嘅傳統宮殿儀式嚟嘅，即係話600幾年前佢哋都係咁樣交接，直至到600幾年後，我哋作為一個觀光客再去睇翻，其實係600幾年前嘅一個儀式啦。呢種穿越古今嘅感覺係非常之神奇嘅，所以都非常推薦大家去睇下嘅。不過我最推薦大家去睇嘅就係昌德宮啦。點解呢？因為佢係唯一一個宮殿啦，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納入為世界文化遺產嘅一個宮殿嚟㗎。咁點解得佢先至可以納入世界文化遺產呢？因為佢真係非常非常之靚。如果大家唔知其實昌德宮係啲皇上皇后即係休息嘅地方，咁你做嘢梗係快手做完翻屋企咁梗係佈置得最靚最舒服噶嘛。咁所以嗰度有晒啲亭台樓閣啊、園林景致啊、小橋流水啊，即係非常舒服同埋非常之靚嘅。特別係秋天嘅時候全部啲楓葉啦係令到你真係目不暇給嘅，所以我都非常推薦大家去睇嘅。咁你話啦，都係宮殿啫，有咩咁特別啊？咁其實佢有個非常之有趣嘅活動啦，咁我都好推薦大家參加嘅，就係呢個昌德宮嘅月光紀行啊。咁呢一個活動係夜晚黑舉行嘅。咁我相信大家成日都係朝頭早去宮殿啦，從來都未試過夜晚黑去宮殿度參觀嘅。咁佢嘅參觀方法都好唔同普通嘅一個即係導賞咁樣嘅
參觀方法啦，因為咧佢除咗係有人講解翻俾你聽究竟呢唔同嘅宮殿之外咧，其實咧佢係直頭有個人咧着住全身好似內觀咁嘅服裝啦，係點住個燈籠，夜晚黑帶你去玩嘅。個感覺就係咩咧？我好似成為咗韓劇嘅女主角或者男主角咁樣，就遊覽一次成個宮殿啦。咁成個過程咧係為期2個鐘頭嘅。咁重點咧，就係你行緊嘅時候咧，會無啦啦聽到有人吹簫喎。咁你一擰轉頭，你會見到啲乜咧？你就會見到一個亭台樓閣入邊有個着住全身韓服嘅女仔喺度表演緊，吹緊簫俾你聽。即係嗰個感覺咧，真係好似穿越翻古代一樣㗎。所以咧，我係咧好記得嗰一個時間同埋即係好震撼嘅第一次參加嘅時候。咁佢最後尾咧，甚至乎咧係有一個咧非常之傳統嘅韓國嘅 opera 表演啦。咁你可以一路咧係食住啲傳統嘅韓國點心啦，一路係聽住個 opera。咁所以咧成個嘅體驗咧係非常之特別嘅，所以亦都非常之推薦大家去參加嘅。咁好啦，頭先講到宮殿啦，就係皇上住嘅地方啦。咁啲貴族或者平民咁住喺邊啦？咁當然咧就住喺韓屋啦。咁一定要去嘅咧就係包括佢喺隔離，即係位於景福宮同埋昌德宮之間嘅北川韓屋村啦。咁以前呢度係邊啲人住嘅咧？就係朝鮮2班貴族住嘅地方。點解你會住喺呢個地方咧？嗱，如果大家有去過咧，都知道你係一路咁樣行上山啦，同埋有好多小巷嘅，因為佢係依山而建啦。咁亦都係面水啦，佢係面對住呢個清溪川啦，所以咧佢係一個風水寶地嚟㗎。所以咧啲貴族住嘅咧都係一啲風水嘅陣地啦。咁其實入邊有好多韓屋啦，不過咧其實因為經歷咗戰爭啦，或者係90年代嘅時候咧，又大幅改良過啦，咁所以咧好多而家眼見嘅韓屋咧已經係被改良咗噶啦。不過咧仲有少部分咧係真係咧係幾百年前一路保存到而家，大家即都可以去睇下嘅。不過呢個北川韓屋村咧，咁就要講翻啦，因為今次展覽嘅其中一位攝影師咧，喺70、80年代嘅時候咧，都有去過呢個北川韓屋村度影相噶。嗱，大家睇下呢一張相，嗱呢一張相咧唔係講緊咧即係幾百年前影嘅喎，呢一張相係1972年嘅時候影嘅喎。大家睇下當時嘅韓屋咧係非常之樸素啦，係真係民居嚟嘅。感覺上咧，我覺得係同而家嘅相比咧係好似矮咗少少嘅。同埋咧，大家望下呢位女士咧，佢依然係身穿韓服㗎，即係證明咩啦？證明朝鮮時代咧並唔係離韓國好遠，而係咧直至到好近代咧都仲係影響住韓國人嘅生活文化。咁大家又再睇下呢一張相啦，呢一張相咧係同一個攝影師咧係1981年嘅時候影㗎，即係相差咗10年啦。大家見到咧，其實啲人嘅着衫已經有啲唔同咗啦，唔係着韓服，而係着西方嘅服裝。咁大家其實咧透過呢兩張相咧，已經慢慢開始可以感受到韓國現代化嘅感覺啦。咁好啦，直至到2021年嘅今日，大家應該去邊度玩好咧？咁如果想了解，即係或者睇翻最傳統嘅韓屋嘅話咧，其實咧都可以去翻呢個叫北川貴洞街嘅，因為咧喺呢條貴洞街上面咧有一啲叫做公共韓屋啊。呢啲公共韓屋係咩咧？即係咧政府咧開放俾民眾入去參觀嘅韓屋嚟嘅。咁大家除咗入去睇啦，可以睇到呢個韓屋嘅結構之外啦，其實咧都仲有好多嘅文化體驗班咧，大家可以參加嘅。咁另外啦，非常之出名嘅咧就有呢個北川8景啊，大家就可以沿住呢8個景色散步。嗱，不過咧呢8個景色咧講明先咧係即係要行晒咧，其實要成3個鐘頭㗎。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即係非常之即係大家去嘅時候咧，千祈咧就要着一對好好嘅運動鞋啦，即係好考大家腳骨力啦。咁同埋咧，如果大家真係去唔晒嘅話咧，都冇問題嘅。我覺得個重點咧，其實係在於去感受嗰個氣息啦。大家可以着住韓服入邊慢慢散步啦，影下相啦，其實都好開心。唔一定要即係去晒呢8個地方嘅。不過今日咧都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嘅。咁北川1、2景咧，其實咧就係昌德宮隔離嗰條街啦。咁咧係同其他嗰6景咧係分得比較開嘅。所以如果大家去昌德宮嘅話咧，就可以順便去埋1、2景啦。咁但係如果大家直接咧去北川嘅話咧，其實咧就可以由3景至8景咁樣行嘅，咁就唔使行埋嗰1、2景咯。咁3景咧就係一個比較體驗式嘅工作坊啦，大家都可以參與啦。咁另外有一個位咧，大家可以咧企喺嗰個高
地嗰度咧望翻轉頭啊，望翻晒成個韓屋村咧，咁就會見到咧成個韓屋村嗰個黑色嘅瓦頂咧係非常之震撼同埋非常之靚嘅。咁仲有個地方咧，好推薦俾大家嘅，就係咧，你其實咧企喺呢個韓屋村嗰度啦，望翻轉頭咧，其實大家係會見到南山塔嘅，所以成個感覺好特別，因為大家企緊嘅係600幾年前已經有嘅韓屋啦，但你望翻轉頭望緊嘅係而家現代化嘅啲建築物咧，嗰種新舊嗰種對比咧，其實都會好震撼咯。不過咧，去北村韓屋村咧就有一樣嘢就要注意嘅，因為咧始終咧都係民居即居住嘅地方啦，咁所以大家咧去嘅時候咧就講嘢唔好咁大聲啦，都唔好喧嘩啦，盡量垃圾咧就自己帶走啦，同埋記得影相嘅時候咧，即係如果見到係居民嘅話咧，可能係問準咗居民嘅意見先啦，亦都唔好即係亂咁影相啦，即係尊重翻即係當地住境嘅居民啦。好啦，喺呢度加插一個咧特別啲嘅景點啊，因為我哋講到咧就係呢個傳統嘅韓屋啦。咁其實咧有一個景點咧，即係非常之表現到呢個現代文化嘅傳承嘅，就係呢個恩平韓屋村啦。咁恩平韓屋村喺邊咧？佢都係位於首爾嘅即係呢個都市圈入邊啦。咁佢係咧就係北漢山國立公園嘅附近嘅。咁呢個係首爾市2012年先打造嘅全新韓屋。咁佢有咩特別嘅咧？全新佢其實咧係真係用翻咧韓屋，即係傳統韓屋建造嘅方法啦。咁當然咧佢改良咗咧佢啲缺陷嘅，咁以全新咧去打造呢一條韓屋村啦。即係話其實佢係用緊幾百年前人嘅技術去做翻即係現代化嘅建築出嚟。咁所以感覺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傳承啦。咁呢啲韓屋有啲咩咁特別啦？嗱，傳統韓屋如果你啱啱去完北村韓屋村度睇嘅話咧，佢哋相對地咧可能係1層嘅啫，大部分。咁但係呢一個恩平韓屋村咧係2至3層嘅，即係其實就因應翻現代人嗰個需求啦，對於空間嘅需求啦。咁而家恩平韓屋村咧，其實咧亦都有民居啦，亦都有美術館啦，亦都有咖啡店啦，係非常之多元化嘅用途啦。咁大家都可以去睇嘅。其中大家最推薦大家睇嘅咧就係一個叫一人一杯嘅咖啡店啦。佢係好特別嘅，佢出邊咧其實唔係韓屋咁樣嘅造型啦，但入邊咧就用咗韓屋嘅結構，同埋入邊咧有個大嘅即係玻璃啦，可以將成個韓屋村咧一覽無遺咁樣睇晒。咁大家就可以慢慢嘆住杯咖啡，慢慢睇靚景啦。咁而另一張相咧就可以大家見到頭先我講啦，成2、3層高嘅韓屋啦，咁個感覺係幾得意嘅。咁繼續講翻啦，中路區呢個景點啦。咁頭先講去北村韓屋村啦，就比較係傳統啲嘅民居啦。咁另一個咧，都非常之值得大家去睇嘅咧，就係仁寺洞啦。咁其實佢有啲似咧香港嘅摩羅街嘅，我覺得，因為佢喺條街上面咧都有好多古書啊、古董嗰度賣嘅。嗰個區入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個景點嘅，其中包括呢個人人廣場啦，可能有朋友都去過噶啦。其實佢係一個文創商場嚟嘅，入邊咧有好多文創嘅小店啦，大家可以去睇嘅。咁但係入到去之後咧，大家第一個印象就會覺得，咦，係咪我嘅鏡頭有啲咩問題咧？點解有啲歪歪地嘅？嗱，千祈大家唔使緊張，因為佢嘅建築本身真係咁樣嘅設計嘅，即係有少少唔平衡啦。同埋咧，佢入邊咧係有4層啦，而你係一定要行晒呢4層嘅，因為佢係氹氹轉一路咁樣行上去啦。有成70幾間鋪頭嘅，都係嗰句啦，大家要準備好你對腳。係啦，即係大家可能會行到腳軟啦，亦都要準備你嘅荷包，因為你入邊嘅好多嘢買嘅，所以咧大家記住咧，即係出發之前咧就做好準備啦。咁另一個相對比較新嘅景點啦，就係呢個 Running Man 嘅體驗館啦。嗱，大家都有睇過呢個 Running Man 噶啦，知道入邊咧好多遊戲玩嘅，即係譬如係搣名牌啊等等啦。咁其實咧喺呢一度都可以體驗到嘅。咁我咧就冇去過仁寺洞呢一間啦，但係咧我就有去過釜山嗰一間啦，所以都可以分享翻少少相俾大家睇嘅。咁其實咧，佢現場咧人會俾你一個手帶啦，電子手帶啦，就係要嚟計分用嘅。咁佢有好多個遊戲啦，考你平衡力啦，考你體力啦，考你速度啦，考你反應啦。咁係要同你嘅朋友咧一齊玩，或者甚至乎鬥快嘅。其實咧係好攰嘅，但係咧真係好好玩。係啦，我非常之推薦大家咧係同啲閨蜜啊、朋友啊，甚至乎屋企人一齊玩嘅。咁有好多嘅唔同嘅即係關卡，大家可以參加啦。咁
咁而最後中路區必去嘅咧就係呢個廣藏市場啦。咁其實呢個廣藏市場有咩咁特別咧？就係其實佢有超過百年嘅歷史㗎啦，因為佢係1905年嘅時候開業啦。咁初期咧其實係一啲即係農漁產品嘅交易嘅地方啦，咁其實非常之大嘅，大家就可能覺得，咦，佢好似即係乜都有啲喎。嗱，冇錯啦，佢以前嘅作用咧，的確就好似我哋而家嘅超級市場一樣，所以你見到咧係乜都有㗎，可能有嘢食啦，可能有啲雜貨賣啦，甚至乎可能有啲日用品賣都唔定嘅，因為係對於以前嘅人嚟講咧，呢一度就係佢哋嘅超級市場啦。咁而大家咧可能成日都聽嘅就係嗰啲煎綠豆餅啊等等啦，其實咧大家食緊嘅咧係幾十年前或者係甚至乎過百年前嘅人咧食緊嗰種味道嚟㗎。咁所以相信咧都係非常之多韓國人咧嘅童年回憶嘅味道。所以大家下次再去試嘅時候，不妨可以諗下，其實咧韓國人細細個就係食緊呢一啲味道㗎啦。好啦，咁頭先我哋講完呢個嘅朝鮮時代啦，探索呢個朝鮮時代啦，就去到韓國現代化嘅進程啦。究竟韓國幾時變到眼前咁現代化嘅咧？咁就一定要講到咧呢個韓戰後嘅急速成長啊！因為1950年代之後咧，韓戰結束啦，咁政府咧為咗喺戰爭入邊復原咧，就推行咗一個咧以出口為主導嘅經濟發展計劃啦，引入咗大量嘅外資啊，所以嗰陣時開始啦，就不斷起馬路啦，起一啲高樓大廈啦，就大家見到而家大部分嘅即建築現代化建築咧，都係由嗰個時代開始啊。咁嗰陣時特別發展嘅一個地區咧，就叫做江南地區啦。如果大家都知道咧，江南地區係韓國嘅 CBD 嚟嘅。咁所以咧，大部分嘅商業中心咧都係喺江南地區啦，就係因為嗰陣時候咧急速發展而嚟嘅。咁所以由1953年韓戰後至到1996年期間咧，呢一段咧就被稱為係漢江奇蹟啦。咁好啦，講起漢江啦，相信大家咧都一定有去過噶啦。咁但係我俾一張相俾大家睇下，呢一張相咧同一樣咧都係今次展覽嘅其中一位攝影師喺千禧年時候影低嘅。呢個就係2004年啦，其中一位攝影師影低嘅漢江。嗱，大家睇下咧，其實同而家都係唔同噶喎。嗰陣時候嘅漢江咧係相對樸素啲啦，雖然啲人咧都依然咧係去野餐啦，即係都有大片草地啦，但係咧相對咧其實係冇咁多嗰啲設施啊，或者嗰啲噴水泉啊等等都冇嘅，即係一片草地咁樣啦。咁係平時一啲居民咧去野餐即係嘅地方啦，都冇乜遊客嘅。而其中值得提到咧就係韓國嘅外賣文化啦。嗱，大家睇下呢一張相，同我幾年前去韓國野餐嘅相，大家揾下有啲咩唔同？係啦，就係我手上多咗一兜炸雞，係啦，因為咧而家去韓國野餐啦，其實佢門口咧就有好多呢啲咁嘅小食檔啦，咁咧特別出名嘅咧就係炸雞啦、떡볶이啦，即係炒辣年糕啦。咁咧我嗰日咧幾年前去嘅時候咧，咁咧我都入鄉隨俗咧買咗一兜嘅。但係大家睇翻咧2004年嗰時候咧，韓國人去野餐係冇外賣嘅。即係佢哋都係自備嘢食啦，或者真係就咁純粹去體驗一下個草地啊，玩下咁樣。咁所以呢個我都覺得係非常之有趣嘅分別嚟嘅。咁好啦，漢江。頭先講到漢江啦，其實咧漢江沿住嘅話咧有成12個公園嘅，而其中最出名嘅咧就係呢個汝矣島漢江公園啦。咁相信大家都一定有去過噶啦，特別係踩單車啊，或者去睇下嗰個非常之靚嘅夜景啊。咁但係其實咧，除咗呢個咁靚嘅夜景之外咧，佢一年四季咧都有好多活動發生嘅喎，包括啦4月份嘅汝矣島櫻花節啦，夏天嘅汝矣島夜貓子夜市啦，10月份嘅首爾漢江煙火節啦，咁我陣間都會慢慢同大家介紹下嘅。咁首先講櫻花節啦，因為就嚟到春天啦。咁其實咧即係汝矣島漢江公園嗰度咧有成1000幾棵櫻花㗎。咁我親身去過咧，真係非常之震撼同埋靚啦。因為一條路咁樣咧，就係兩邊都開晒櫻花樹咧，即係嗰種即係一風一吹嚟啲櫻花瓣落下嗰種感覺咧，係非常之浪漫嘅。嗱，大家睇到呢一張相咧就係我啦，咁我非常之好彩啦，因為咧嗰日咧就比較早去到啦，所以你見到咧我可以成功有一張咧係冇其他人嘅櫻花相㗎。咁大家記住，如果真係想去影靚相咧，就要早啲出發啦。
咁另一個啦，你話春天過咗啦，咁仲有啲咩玩咧？其實咧有個夜貓子夜市㗎。呢個夜貓子夜市咧，雖然佢話係夏天舉行啦，其實咧佢係橫跨4至10月嘅，即係其實好長一段時間都有呢個夜貓子市集啦。咁其實咧佢唔單止係如意島漢江公園啦，佢仲有盤浦漢江公園啦、DDP 啦、清溪村等等嘅地方咧都有呢個夜貓子夜市嘅。咁叫得夜貓子咧，點解咧？就係因為佢夜晚黑先開嘅，所以大家如果唔之後即係朝頭早起唔到身啊，或者朝頭早其他行程啊，咁你夜晚黑先至過嚟呢度行夜市同埋睇夜景。咁咧就會見到一張相啦，呢一張相咧就係嗰個市集嗰個情況啦。咁有好多嘅攤檔啦，咁啊有嘢食賣啦，又有啲即係文創品賣啦。咁其實咧係非常之多嘅店鋪喺度嘅。咁另一個值得大家去嘅咧就係呢個首爾漢江煙火節啦，因為我非常推薦大家，因為我真係去過，而且嗰個煙花咧係非常之震撼嘅，因為咧你其實咧係好近嘅同啲煙花。咁呢個成個節咧其實係自2000年先開始啦，咁係結合咗音樂啦、影像啦、鐳射光雕啦，所以唔單止有煙花睇啦，佢現場咧仲有啲即係裝置咧係俾大家去影相嘅。咁我都曾經去過啦，亦都係幾年之前啦。咁咧就係一早咧就要同朋友咧去霸位嘅，因為咧嗰日咧應該真係即係全部人都會去晒漢江兩邊啦。咁所以大家要提早霸位啦。咁咧同埋咧記得咧，因為10月份嘅時候咧溫差比較大啊，咁所以咧要準備好御寒衣物啦。咁大家如果你話乜都冇準備都唔緊要嘅，因為佢入口嘅時候咧已經好多攤檔咧準備就緒噶啦。無論你要野餐墊啦、外賣嘢食啦，甚至乎咧係嗰啲即係被啦，佢都有提供嘅，係啦。咁亦都係非常之認識。即係非常之好嘅機會咧，去認識韓國朋友啊！點解咧？話說咧，我就同兩個朋友即係一齊去啦。咁咧結果咧，因為太凍嘅關係咧，即係可能隔離一對韓國夫婦咧，見到我好似好凍啦，咁就請咗我飲一杯咧熱辣辣嘅咖啡。嗱，韓國人真係好中意飲咖啡，佢哋真係會隨身帶備咖啡去沖嘅。咁佢就送咗一杯咖啡俾我啦。咁結果我哋就開始傾偈啦。雖然咧我韓文咧都係半桶水，但係咧即係透過呢啲咁樣嘅 body language 咧，都成功同佢傾到偈啦，仲影咗一張合照添。所以個過程同埋經驗咧都係非常之美好嘅。好啦，頭先講到啦，江南地區係韓戰之後發展得最急速嘅地方啦。咁喺即係江南發展完之後咧，其實咧慢慢咧就向外發展啦。咁其中一個咧發展得最快嘅咧，亦都最近咧好 hit 嘅咧就係蠶室啦。嗱，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呢個名咁得意叫蠶室咧？其實佢都有段故事㗎。因為話說咧，朝鮮世宗大王嘅時期咧，佢就喺首爾嘅東方種植咗大量嘅蠶樹，所以咧嗰度又稱為叫蠶室啦。咁大家睇下嗱，呢張相對於我嚟講咧，真係第一次睇咧係非常之震撼嘅。同一樣都係呢一個展覽其中一個攝影師所影嘅。咁佢就80年代嘅時候喺江南地區影嘅相啦。呢一張相係1982年代時候影嘅啫。大家見到啦，其實江南地區嗰陣時候咧，真係一片荒蕪啊，即係得啲草地。即係後面你會見到少少高樓大廈起緊啦，但係其實咧江南地區咧依然係好似即係一片即係乜都冇嘅地方啦。同埋咧呢張相入邊嘅女士們咧，其實佢仲係着住韓服㗎。大家唔好以為朝鮮時代離即係韓國好遠，其實直至好近代佢依然影響住啦。同埋80年代嘅時候，韓國都仲係咁。可想而知，其實韓國即係發展得非常之快，先至去到今日2021年，我哋見到嗰個樣。咁另一張相就更加震撼啦！呢個真係蠶室影嘅，就係1983年嘅時候嘅蠶室。大家見到其實佢係一塊農田嚟㗎，即係大家係愛嚟插秧嘅農田啦。即係好難想像幾十年後今日咧係即係變化得咁快啦。嗱，大家睇下呢張相就知啦，對比下今時今日嘅蠶室有啲咩睇咧？就有成個首爾最高嘅建築物，就係呢個樂天世界塔啦。嗱，頭先嗰塊係農地，今時今日大家見到嘅係全首爾最高嘅建築物。全首爾最高嘅建築物咧，總共有成123層啦，亦都係世界第5高嘅建築啦。咁佢同時咧打破咗2項世界紀錄嘅，就包括呢個世界最快嘅雙層電梯啦，同埋世界最長嘅輸送紀錄啊。而且係好近期先開嘅啫，就係2017年先至開幕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而家今時今日去蠶室嘅話咧，一定要去呢度，因為咧佢有個非常之靚嘅觀景台，咁亦都係世界第3嘅
觀景台啦，同埋佢有一層咧個地板咧係透明嘅，即係呢個係全世界最高嘅透明地板觀景台，所以你企上去啦。嗱，大家如果有畏高嘅咧，你就自己酌量嚇，即係覺得參考下好唔好企上去啦，因為咧就係非常之高嘅。同埋咧，佢有個戶外嘅露台啦，大家咧如果日落嘅時分咧去睇咧係非常之靚嘅，就係呢一張相咧就會見到啦，日落嘅時分，成個天空都係金黃色，咁你可以好似毫無拘束咁樣可以接觸到個天空啦，同埋望翻落去咧，你係望到成個漢江㗎，係非常之靚。咁另一個必去嘅啦，大家都可能去過㗎啦，就係樂天世界主題公園啦。咁其實去亦都非常之方便，因為你係地鐵都去到嘅。咁如果大家未去過嘅時候，記得去玩啦，因為真係好特別嘅個體驗。咁另一個最新嘅景點咧，都推薦大家嘅咧，就係可以租借呢個梨花校服啊。嗱，大家都有睇過即係韓國綜藝節目，都知道有啲 Produce 101啊，或者係偶像學校等等咧，咁掀起咗一股咧就係着韓國校服嘅熱潮啊！如果大家咧想體驗呢個青春氣息咧，都可以去即係呢個租借梨花校服嘅。咁現場咧其實有好多唔同 size 嘅校服俾你揀啦，亦都有唔同款式啦。咁亦都有啲地方咧係俾你同啲閨蜜或者朋友去打卡嘅，咁所以咧非常之好玩啦。咁大家記住留一日時間咧，就入邊咧係不斷影靚相啦，咁留一個非常之好嘅紀念啦。好啦，今日咧呢個 webinar 就到呢度結束啦。咁大家如果想嚟呢個展覽嘅話咧，就記得咧呢個展覽係去到3月20號嘅啫，就喺 PMQ 原創方 A 座 S414單位同埋 B 座6至7樓嗰度舉行嘅。咁開幕時間就係10點至到晏晝5點鐘啦，入場費用係全免嘅。咁呢啲相咧係由韓國國際文化交流振興院 COVAX 嘅 Traveling Korea Arts 嗰度揀出嚟，並由駐香港韓國文化院、首爾攝影博物館同埋韓國國際文化交流振興院主辦，同埋 PMQ 原創方合辦嘅。咁係集合咗12位備受矚目嘅韓國當代攝影家嘅攝影作品，同香港人咧一齊探索首爾由60年代尾至到2010年代初呢40年嘅面貌嘅。其實現場咧仲有個打卡牆㗎，大家可以 print 翻之前去韓國嘅旅行相，貼上牆度俾其他人睇下首爾唔同嘅角度。另外，大家仲可以留言分享嚟緊想去首爾玩啲咩，期待喺首爾見到各位啦！